终于摆脱了高层，从23层换到了5层。住进去以后才知道原来差距这么大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，当年在选择楼层的时候非常纠结啊，因为对房子是一窍不通，又怕选错了楼层，只能是凭感觉去选。因为当时中介说这个是黄金楼层，采光好，通风好，没有蚊子，视野开阔，而且这一层价格相对其他楼层也高了不少。我以为价格高肯定就会好，而且也确实被这些优点征服了。这完全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于是我就果断定了这一层。但万万没想到，住进去以后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越来越多的问题让我备受折磨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等电梯的时间久，说实话每天等电梯真的是太痛苦了。我估计很多人住高层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感受吧。我这虽然是2部电梯，但感觉根本就不够用。每天乘电梯的人非常多，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，年龄从小到老，什么人都有，上学的、上班的，还有出去买菜的，2部电梯都被挤得满满的。本来电梯里面就要等上几分钟，好不容易上了电梯，又要忍受着几乎每层一停的节奏。有时候如果赶时间，在电梯里面急得都快疯掉了。有人说这个问题慢慢就习惯了，刚开始我也这么想的，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非但没有适应，反而越来越痛苦了。第二个问题就是电梯里面的味道难闻，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就发现了，电梯里经常有一股油漆的味道，因为空气不流通，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上不掉。后来大家装修啊都结束了，油漆味是没有了，很多人出门身上喷的是或者是涂的味道也很大，还有人出门带着垃圾下楼，垃圾袋质量也不好，就连汤带水的都漏在电梯里面，不小心踩在鞋子上面还黏糊糊的，这些味道掺杂在一起，可想而知又酸又臭，直接让人无法呼吸。所以这个电梯的问题也是我换楼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第三个问题是风太大，有噪音。当时中介说这个楼层通风说好的，太对了，但这个通风也太过于好了，以至于白天出门都不敢开窗户，否则回来家里面就会被垃圾的满地啊，有时候会发现垃圾桶里面都被风吹倒了。后来我出门都不敢再开窗户了，只能等下班回来后啊再给房子通风，风大就会有噪音，有时候大风天气只要关上窗户就能听到风的呼啸声，声音特别大，而且很尖锐，晚上很难入睡，还很多次被吵醒，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。第四个问题是水压太低，高层自来水是通过2次打压供上来的，供水系统好坏决定了这个楼层的水压的高低。我家的水压都非常低，水流小可怜，平时洗菜做饭都能明显感受到，如果在用水高峰期那就更惨了。打开水龙头看着都是着急，所以我买了几个水盆、水桶，经常提前1天晚上把水放出来，留着第2天用，只有这样才不用在水龙头前面苦苦等待了。但最大的问题是洗澡，洗澡水又不能提前放出来，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水桶，所以只能慢慢的冲洗，有时候不耐烦了，甚至连身上的沐浴露啊都没有太冲洗干净就不洗了。因为太着急了，所以住在23层给我带来太多的痛苦。如今换到了5层，才知道居住差距才会这么大。之前遇到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，首先是不用再依赖电梯，现在这个高度想乘电梯或者是走楼梯都可以，有时候赶时间走楼梯的速度比电梯还要快，不会耽误事，风力也不像高层那么大，而且也听不到风的噪音。现在白天上班，家里面窗户就会一直开着，回来后房子也没有凌乱，而且房间里面空气还非常好。由于南边没有高楼阻挡，采光也不受影响，家里每天接受风光的那个照的时间都很长，房子里面暖暖的。虽然每天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，喜欢楼层也不同，有通过这次换房的体验，我觉得虽然高层的一个价格贵，但并不适合我，我反而觉得5楼住得更舒服。你们更喜欢哪一层呢？